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3万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突然对你说：“妈妈，我好像知道自己是谁，我知道我上一辈子住在哪里，我还知道我的名字。”哇塞！听到这里会不会心里突然咯噔一下？肯定会啊，有点诡异，对不对？这种其实就属于前世记忆，而且前世记忆这个东西啊，不光某一个国家，是全世界范围内陆陆续续都有很多前世记忆的案例。对，真的，那其实我蛮相信前世记忆的，所以真的存在啊，所以你也是相信前世记忆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先不讲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们就单说这些案例到底背后是不是对应的同一件事情，以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案例不断的发生。好，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几个案例啊。在1997年的时候，美国有一个小孩，他差不多3岁，他有一天啊，他是会说话了，他就跟他的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原来住在好莱坞，我不住在这儿。”他妈妈一开始就觉得这小孩应该在胡言乱语，胡说嘛，刚会说话。然后他就说：“我一定不住在这儿，我是非常记得我住在哪的，都有好多穿西装的人都围着我。”哇塞！然后他妈妈也没有当回事嘛。结果呢，这件事情过了半年以后，他妈妈以为这个小孩应该忘记了，按理说应该都忘记了嘛。对。但是呢，这个小孩对他一直记着。这个小孩突然看到一个报纸上有一个很老的照片，他就指那个报纸上的人，他说：“妈妈，这就是我。我之前就住在那儿，这个人就是我。”我的天哪！他妈妈应该头皮发麻。对，他妈妈其实也是抱着一些试一试的心态。刚好他们家亲戚有一个亲戚是在政府里面做调查工作的，他就找他当地的亲戚啊说：“哎，你去好莱坞那边去逛一圈，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。”结果那个亲戚啊就过去大概差不多半个月，回来了，跟他们说确有其人。这个人在3年前去世，是原来一个好莱坞的经纪人，而且他也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演员。他就住在好莱坞那里。为什么他这个孩子会说我身边有好多穿西装的人？因为他身边有好多保镖，而且一些上流社会人士基本上晚宴都是穿西装。他能记得所有事情吗？他不记得具体的事情，但是他只记得平时的生活环境、地址在哪里。他甚至不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。但是呢，负责人厉害。所以很多事情他其实都对得上。结果他那个亲戚啊也是个大嘴巴，到处跟人家说，最后都登报纸了。好多科学家、脑科学研究员，还有各种调查员、记者都来他们家采访。那个小孩也乐得去说，他说啊，那时候我怎么样，我还记得。结果真的很多事情都被证实了，这些事情是真实发生的，全部都是。对，全部都是。那就他就是他。对，基本上都对上，有一些是对不上的。但是整个轮廓，就这个人的形象，这个小孩没有出过门，就没有离开过他们那片区域。对，按道理他是不认识的。对一些生活碎片记忆，甚至他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友啊，他都记得。有一个特别好的女伴，他也记得这个女伴还活着，也就40多岁嘛。结果这个事情在1997年的时候，当时特别的火。好，然后就是第二个故事，第二个故事发生在英国，有一点悲伤，但是非常神奇。悲伤？对，有点悲伤。当时啊，英国有一对夫妻啊，他们带着他们2岁多快3岁的女儿出去玩。他们女儿是双胞胎。然后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，他们夫妻在医院都躺了快半年，那2个小孩当场就去世了。但是呢，这对夫妻的丈夫啊，出了院以后，他就一直神神叨叨，他一直坚信自己的女儿没有离开他，不断的跟他妻子说啊，他们没有走，他们一直都在。结果1年之后啊，他妻子又怀孕了，他们甚至当时没有去做过 B 超，她的老公就非常坚定的说，这一定是个双胞胎，而且是女儿，真的是吗？真的是，结果出生之后真的是一对双胞胎，是2个女儿。不会长得也一样吗？长得不一样。长得不一样。那如果长得一样，那就真的太神了。是。结果呢，出生之后，这2个小女孩差不多也在2、3岁的时候，因为慢慢他这个家庭就没有那么悲伤了嘛。他们就把过去女儿的玩具给他们玩，因为之前他们不想看到那些玩具，因为一看到就会不开心嘛。结果那个妹妹，她就说。这个是妹妹的，然后姐姐，她说，哎，这个是姐姐的，听起来是不是怪怪的？就是说，妹妹原来是那个姐姐，姐姐是原来那个妹妹，因为她妈妈也在想，哎，你不是妹妹吗？你怎么说你姐姐是妹妹呢？她说，我们之前这个玩具就是我的呀，这个玩具是我的。她抱着她原来姐姐的那个玩具说，这个原来是我的。哇！然后她那个小女儿去嘟囔了一句，就说。我们只是这一次我晚出来了一点。哇，这个小女孩也很厉害。是，而且这个妹妹身上其实是有胎记的。在前额叶，就是头
额头这里和她的腰部有2个胎记，然后这2个胎记呢，就是原来姐姐出车祸受伤的那2个地方。哇！当时啊，这个母亲就听到就非常震惊，就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些玩具已经放了很多年了，没有人知道这些玩具原来是哪个是姐姐，哪个是妹妹。结果2个小女孩非常精准的拿到了自己的玩具，还能够叫出来这些玩具原来叫什么名字，一个叫什么 Lori，另外一个叫其他名字。哇，这母亲要感动死。她母亲头皮发麻，但是又非常的震惊。等她老公回来以后，她就跟她说，你好像是对的。那这个时候就轮到她丈夫就不信了。她丈夫说应该没有那么巧吧，因为已经2、3年了嘛。最后他们就想试一试，看看是不是真的。他们就有一天去郊游嘛，刻意路过了当年出车祸的地方。那2个小女孩就表示非常的抗拒、恐惧，就莫名的不安。他们就在那里就疯狂尖叫，就害怕。哎，对，那理论上他们从来没有去过那里。然后他爸爸就问他，哎，你们为什么对这里不舒服呀？为什么要哭呀？他们就说这里不好，是一个不好的地方。爸爸，我们快点走吧，这里当时我好痛。哦哟，就好奇怪，他们夫妻立刻离开这里，然后非常坚信他们的女儿真的回来。哇塞，是，其实还蛮美好的。是的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在黎巴嫩，黎巴嫩有个小男孩啊，他跟他的父母说，我原来不住在这儿，我原来住在隔壁村。隔壁村，因为黎巴嫩那里没有那么的发达，他们都是以村落为中心的嘛。就是我原来住在隔壁村。然后他妈妈就说：“你别瞎说，那小孩天天小孩刚学会就说话，就乱说。没有，我之前跟那个哪里的阿姨特别好，她天天给我吃的。然后我还跟一个姐姐玩的特别好。那他父母有一次刚好就带他一起出去玩的时候，刚好路过那个村，他就说：哎，儿子，你不是说有你熟悉的姐姐吗？那我去找找呗。结果那个小男孩带着他走到隔壁村，找到了姐姐，找到了当时那个姐姐的家。然后呢？然后那个姐姐当时也懵啊，她上来就说：“哎，姐姐，你还在啊？”姐姐不认识，姐姐不认识，她小女孩就说：“哎，你谁呀？我不认识你啊。”那姐姐差不多已经6岁了，然后她就说：“哎，不对啊，当时我们不是玩得很好吗？我还玩过过家家呀。”那小女孩一听到脸色煞白。哪记得？因为她记得跟她玩过过家家只有一个男孩，因为当时那个男孩长得特别帅，那个小女孩就非常的不幸，她说不可能，那家人早就搬走了。她知道这个小男孩已经去世了，所以才会非常的恐惧。那个小女孩明显就开始跑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他们就不信嘛，他妈妈还是不相信，因为他妈妈觉得这个小孩可能吓到别人姐姐了。对，然后就去打附近那边有没有这个小男孩，真的有这个小男孩。而且还找到了当时一直给那个小男孩吃零食的很好的那个阿姨。结果那个阿姨也说啊，确实有这个事儿。然后那个小男孩就跟那个阿姨聊天，那个阿姨就明显表现出各种恐惧。因为有些事情就是非常细节的事情，只有对他都记得。就莫名其妙的对上了。按理说3岁在黎巴嫩那个环境，那个小男孩是从来没有出过村子的。他不可能非常精确的说出他隔壁村有30公里的，理论上不可能的。那其实他这个算是蛮近的。对。好，故事介绍到这里啊，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就是这3件事情啊，他们的国家背景文化都不一样，但是呢，他们都指向同一件事情，就是前世记忆，对，或者说灵魂。而且好清晰啊。对，就描述的特别清晰。但是灵魂到底真的是不是存在啊？其实无论是科学界还是神学界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。最早科学界研究灵魂这个事情可以追溯到1907年。1907年的时候，有一个科学家他就想看看灵魂本身到底有没有重量。他就一直找一些快濒死的病人，跟他们说，我想拿你做实验，看看你的灵魂到底有没有重量。他就发现他们的体重啊减轻了21克。21克。对，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，大家都觉得灵魂是21克。不过这个事情在之后很多年，我们发现这个实验没有可靠性。然后呢？谁做都不一样。只有他做是21克，其他人做不是21克。就没有做很多实验，就一个。对，当时只有他一个人研究嘛，但是和其他科学家随着不断的发展嘛，就发现不是21克。但是关于灵魂的传说，或者是对于灵魂的研究，科学其实一直没有停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还是没有发现一个灵魂具体是什么，或者怎么观测灵魂的一个技术。很难吧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不讨论科学，我们用逻辑的排除法来看看灵魂到底存不存在。我们前面在说前世记忆嘛，那
有前世记忆，那其实就代表着有灵魂。对啊，不然的话，肯定有对你的肉体都消失了，那你的宿主是谁？你怎么可能继承上一位的记忆？而且其实也有很多临床医学上有各种濒死体验，特别像是有灵魂。就我们之前有一部影片说到天堂的证明嘛，当时在2004年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脑科学医生，他是一个无神论者，然后突然有一天他的大脑完全宕机了，结果他在梦境里面看到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姐姐，是他姐姐把他送回去了。然后他等他醒过来之后，他自己就去看那个记录嘛。从医学的角度，他当时的大脑是完全是肿起来的，就不可能有什么记忆系统啊，什么海马体、前额叶都没有，完全宕机的状态。这个时候他是不会有任何的记忆或者思考，但是他非常清醒的记得他见到的姐姐，而且回去跟他的父母对照，因为他那个姐姐是被别人收养。但是他亲姐姐。对，但是是他亲姐姐，很小之前就被送出去了。他就问他我有没有一个姐姐，他的父母说你有，就证实，而且他父母给他看的那张照片就是他，但是呢，他这个姐姐在1年之前就去世了。所以你看，无论是从前世记忆也好，还是濒死体验也好，他们其实都指向同一个东西，就是灵魂。对，而且目前主流科学界很多人都认为意识可能就是灵魂，但其实不可能，因为意识本身是存在于大脑里面。但是呢，如果当你大脑宕机的时候，那你的灵魂就没有了吗？所以说，意识是意识，灵魂是灵魂。你有了灵魂，你才会有意识。对，而且意识应该比灵魂更小，意识是灵魂的载体。而且其实有很多临床证明啊，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那些病人在最终快要死亡的时候，他们的脑子就一下子清醒了。按理说，之所以会有阿尔兹海默症，就是因为你的大脑不行了嘛。那为什么突然就行了呢？不可能就是灵魂在最后一刻给你一些能量，让你清醒的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说古人的智慧啊是非常厉害的。他们很早以前就知道灵魂是什么样子，而且不管是《山海经》或者是西方的圣经，或者是其他宗教的各种典籍里面，其实都有记载灵魂到底是什么。很早以前就提到灵魂了，最早其实能回到12000年前就已经有灵魂的记载。至于古人是怎么知道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没什么知道。那古人其实确实蛮厉害的，给我们带来了留下了很多东西。而且古人不光这种事情啊，不光是描述灵魂这些事情啊，他还有很多我们现在科学非常发达的今天我们才发现的东西，古人可能在几千年前就发现了。只是他们的说法不一样，但是现象是一个，或者是证据是一模一样。就好像每次证实一个东西，古人也说过，就像个轮回，他们早就知道了，就不去证明这个事儿。我们还在给他证明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觉得灵魂是否存在，也可以在影片里面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您的观看对我们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订阅哦。订阅。拜拜。